野外，月色旖旎，南烟浑身燥热地躺在地上，他惊慌地看着压在他身上的男人，眼神带着恐惧和慌乱。救本王，本王会对你负责。在那月色下，那张俊美的脸庞如神般冷傲。终于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南烟将被撕碎的衣物披在肩上，最后看了眼昏睡过去的男人，便匆匆离去。10个月后，南家废弃的别院里，南烟无力地躺在柴房内，他感觉到下身涌动出一股热流，羊水破了，他要生了。是的，自10个月前的那一日，他就怀了身孕。紧接着，这事被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南云柔知道，就把他关在了别院里。不行，我必须想办法离开，否则南云柔肯定不会放过我的孩子。南烟忍着剧痛站起了身，一步步地向着门口走去。开门，开门！我要见君绝尘，我要见摄政王君绝尘。柴房的门被用力地推开了，将南烟推得一个踉跄，摔倒在地。他的小腹坠痛得越发厉害，似乎有一股暖流涌下，让他的心里越发惊慌。南云柔带着几名婢子从门外走了进来，把他给我按住。你要干什么？是绝尘哥哥让我来杀了你和野种。为什么？我腹中怀着的也是他的骨肉。当然是因为你该死，当初是我怀不上身孕，才把你送上了绝尘哥哥的床。这件事是他默许的，后来我还是有了身孕，他不忍心我难过，就要解决了你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肚子里的孩子给我挖出来！很快，那些婢子就上前，狠狠地撕扯着南烟的头发。不许动他的孩子，那是他的孩子。那云柔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我南烟便是化为厉鬼，也会回来找你们索命的。把他和这2个野种丢去乱葬岗喂狼。2个，他生了2个孩子。他努力地想要睁开眼，想要再看一眼刚出世的2个孩子。然而他眼前的视线越发的模糊，连伸向2个胎儿的手也无力地落了下来。望着被带走的2个孩子，再看向怀中抱着的南英，南云柔冷笑连连。这南烟真是头母猪，这么能生，一胎生了3个，但我接近君绝尘只需要1个，其他2个就随他一起葬身狼腹。没有人看到，当南云柔离开之后，南烟染血的手镯发出淡淡的光芒，包围着他和另外2个婴儿。在那光芒之下，南烟小腹的血流止住了，他也缓缓地睁开了眼。他低下了头，看向浑身的鲜血，眼里的茫然逐渐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那蚀骨的恨意。南烟向着旁边的2个婴儿爬了过去。以后娘亲不会再让你们受到伤害，南云柔和南家欠了我的，我会让他们一一如数尽还。摄政王府之内，10个月了，如果你们再找不到他，全都不用回来了。在10个月前，他被人设计陷害，强迫了一个女人替他解毒，谁知完事后他竟然睡着了，睡了整整3天3夜。而自从当年患上失眠症之后，他从来没有睡得这般安稳过，所以他回去之后立刻吩咐人寻找那个女人。他从来没有睡得这般安稳过，所以他回去之后立刻吩咐人寻找那个女人。偏偏找了10个月，还没有她的踪迹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急匆匆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：“王爷，你要找的人找到了，是南府的2小姐南云柔。” 5年后，京城的郊外，一辆马车徐徐行驶在官道上。马车里，南烟的手半撑着脑袋，望向外面熟悉的风景，目光有些恍惚。娘亲，我们这次能找到小宝吗？别担心，小宝应该是去了京城，我们肯定能找到他的。娘亲，我和小宝真的还有个舅舅吗？你们的舅舅肯定还活着，我们去南家，说不定能查到线索。也怪我不小心，让小宝偷听到了这些话。他为了给我分忧，这才一个人去了京城。这时，马车忽然重重地颠簸了一下，幸好南烟眼疾手快，将女儿拉入了怀中。主子，路边有个孩子晕了过去。南烟沉默了一瞬，他起身掀开了轿帘，走了下去。南小小也跟着站了起来，跟在了南烟的身后，走下了马车。马车外，一个俊秀白皙的小少年晕倒在马车旁。娘亲，这个小哥哥好像病了，我们救救他吧。南烟看着少年的模样，有些沉吟。你把药拿去给他服了。好。他接过南烟递来的药，屁颠屁颠地朝着马车旁的少年走去。
刚将要为少年服下，这少年便缓缓地醒了过来。他刚睁眼，看到的就是那一张雪白如玉的小脸，漂亮的就如同瓷娃娃般。君少玄的脸颊当即红了，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可爱的妹妹。你醒了，你是中了蛊，药只能缓解你的痛苦。我现在用针灸救你，等你睡一觉起来，就什么都好了。君少玄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感觉胸口一阵轻微的刺痛，他的喉咙滚动，怔怔地看着面前这张漂亮绝世的容颜。只是他感觉这张脸越来越模糊，紧接着便脑袋一歪，昏睡了过去。南烟弯下了腰，缓缓地将君少玄身上的银针一根根地拔了起来，纤长的睫毛遮盖住他眼底的情绪。我们走吧，一会儿他家里人发现他不见了，肯定会来找他，我们不必久留。然而下一刻，一众侍卫从四面八方而来，把他们团团包围了起来。南烟的神色紧绷，急忙将南小小护在了怀中。王爷，小太子找到了。叶寒，传本王命令，封锁所有道路，在没有查清楚是谁绑架了君少玄之前，谁都不许离开。5年前的一幕幕又浮现在他的眼前，他清楚地记得南云柔一字一句在他耳边说的，是君绝尘想要他们母子的命，只为了给南云柔清除障碍。一瞬间，恨意弥漫心头。媒人叔叔，你缺一个拖油瓶吗？不对，是2个拖油瓶。我和小宝很好养的，吃的也不多。这么好看的美人叔叔，要是能给他当爹爹就好了，肯定比他那抛妻弃子的渣爹好太多了。你们刚刚对君少玄干了什么？你给我当爹爹，我就告诉你。他可是听说他那个渣爹已经有了未婚妻，所以他要在渣爹娶妻前先给自己找个爹爹，气死那大坏蛋。君绝尘的唇角挂着一丝鄙夷，现在的女人为了攀附他，已经无所不用其极，连个小姑娘都能利用。王爷，小太子好像中了毒，晕了过去。把他们拿下。怎么？你怀疑是我们给他下了毒？既然你们出现在君少玄身边，那俨然你们母女的嫌疑最大。尤其是这小姑娘想要纠缠本王，所以本王怀疑你们是为了接近本王，才故意绑架了君少玄。你既然说是我们给他下了毒，证据呢？等本王将你们带回去之后，自然会查明真相。若你是无辜的，本王也会还你清白。如果我不跟你走呢？这由不得你。一瞬间，那些侍卫又再次向着南烟逼近。娘亲，这个美人叔叔长得很好看，但脾气太差了，一点也不如干爹。要不然你还是嫁给干爹吧。君绝尘无语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他不如人。而且娘亲从小就教育我不能撒谎，我们没有害小哥哥，坏叔叔居然诬陷娘亲，我不喜欢他了。是否是你们毒害的君少玄，本王会亲自查证。在这之前，任何人都别想逃。南烟的神情紧绷，他看着那些离他越来越近的侍卫，心脏都狠狠地提了起来。君绝尘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认识本王？你是南云柔的丈夫，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你？你和南云柔这对狗男女，就算是化成灰，我也认得你们。你再给本王说一遍。你想要对我和南小小动手，除非你想害死南云柔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对南云柔早已经恨之入骨。其实我在之前已经派人去了京城，一旦我出了事，我的人一定会对南云柔出手。你想为他收尸，大可动手。你在威胁本王？是又如何？连君绝尘身后的那些侍卫都不可置信，这还是第一个敢威胁自家王爷的人。好，很好。君绝尘步步向着南烟逼近，他眼神冷厉，目光如炬，他感觉自己的心脏都随着男人的靠近而颤抖了起来。王爷，王府传来信，说是小狮子失踪了。你说什么？君绝尘的容颜照着寒霜。叶寒，派几个人将君少玄送回宫里，其他人随本王回王府。随后他冷冽的眸子又转向了南烟。如果让本王查出小太子的事情与你们有关，那本王的手段天下人都知道。语罢，他再也没有驻足，转身上马，向着京城的方向疾驰而去。望着君绝尘离开的方向，南烟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主子，你之前是不是就认出了那小太子的身份了？不错，我说过，南云柔从我手里夺走的东西，我会一点点全部夺回来。娘亲，那个坏叔叔就是我和小宝的亲爹吧？南烟低眸，面对着南小小天真无邪的双眸，喉咙发颤。我眼光和娘亲一样不好，居然看上了她的美色。不过娘亲，我们还能去京城吗？
当然要去。小宝还在京城，我们去找他。何况和南家的账也是时候算一算了。君小莫，你就不能懂点事吗？我怎么就生了个你这么个废物？我没有错。你把夫子气走了，你还说你没有错？夫子想要考验我，当场教了我一手将进酒，我一遍就记住了。他问我是不是之前背过，我告诉他我没有。他骂我说谎，想要打我板子，我没错，为什么要挨打？闭嘴！夫子说你说谎，那你肯定说谎了，不然他为什么不说别人说谎？为什么不去打别人，非要打你？你就没有想过都是你的错吗？他身为人师，是绝对不可能冤枉一个学子。可是我没有说谎。君小莫，我身为你的母亲，你是什么样的孩子，我难道还不清楚吗？现在就在你的房里面壁思过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吃饭。留下这话，南云柔转身离去。天底下的父母都是这样吗？可他明明没有说谎啊，为何没有人相信他，连娘亲都不信他？南云柔离开梨园之后，便吩咐人不许给君小莫送食。他甚至都想好了，要饿那个小畜生几天，让他明白在这王府里，他是依傍着谁生存。可就在侍卫打开房门时，却发现房间空无一人。快去找人！那些侍卫听命，急忙分散开来，去寻找君小莫的下落。可偏偏他们翻遍了整个王府，都找不到君小莫，这让南云柔的双腿都有些发软。他肯定是故意的，那小野种必定知道君绝尘要回来了，故意离家出走，想要陷害他，真是一头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姐姐，王爷好不容易才决定回府，若是让他知道小世子失踪的消息，那王爷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收买了王府里的人，不会让王爷发现端倪的。君小莫那个贱种跟南爷一样奸诈，他想陷害我，我不会让他得逞。云柔姑娘，王爷回来了。他看了眼桌上的陶瓷茶杯，咬了咬牙，拿起了杯子就狠狠地砸在了自己脑袋上。墨儿为何会离家出走？王爷，是我该死，要不是我指责了墨儿，墨儿也不会离家出走。可墨儿是我的命啊，我现在后悔恨不得一头撞死，只有如此，我心里才好受些。王爷，这些年云柔姑娘对小世子尽心尽力的，可是小世子当真太顽劣了。这次云柔姑娘只是说了他几句，他就故意离家出走，想要诬陷云柔姑娘虐待他。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他每次都污蔑云柔姑娘待他不好，可奴婢看到的只有他处处伤害云柔姑娘呀。如果此事当真是君小莫的错，那本王找到他之后必然会问责的。叶寒，将叶宫所有的人都派去找墨儿，就算将京城翻个底朝天，也必须将他找出来。是，王爷。嬷嬷，为王爷收拾房间。不必了，本王要回东城别院。叶墨，找到君小莫之后，来东城别院通知本王。眼睁睁地看着君绝尘离开，南云柔连开口求他留下的勇气都没有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人知道君绝尘冷落我。月儿，你让人散布消息，说是王爷得知君小莫离家出走，震怒之下才去了东城别院。姐姐，万一这些谣言被王爷知道了，随便找个背锅的就行，不要牵扯到南家。另外，你们也派人去找君小莫，找到之后不用管他，派人盯着就成。他暂时不能死，但我也不想让他这么快恢复。你是谁？在我家门口干什么？还有，你为什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你又是谁？南小宝气呼呼，这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家门口？这是你家？是啊。君小莫的嘴唇颤了颤，他想要说些什么，却一阵晕眩传来，摔倒在了南小宝的面前。我嘴唇干裂，像是缺水，脸色也不太好，应该是长期没进食的缘故。算了，看他长得和我一样可爱的份上，就救他一次。我们现在要去找小宝吗？现在不行，已经有人盯上我们了，肯定是君绝尘的人。若是现在去找小宝，会暴露的。那我们去哪里？我们去南家。就是欺负过娘亲的那些人吗？不过来了京城后，不管是谁问你，你都要说你只有4岁，明白了吗？为什么？一旦让人知道你的年纪，肯定会猜出你的身世。万一被君绝尘知道了，来和我抢你们怎么办呀？娘亲，我和小宝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也不会让人抢走你们的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就先去南家。站住！这里是相府重地，闲杂人等不许入内。你们不记得我了？几年前秦姨不许我出门，我偷偷跑了出去，是你们把我追回来，将我打得半死。事隔5年，你们就忘了？你是大小姐？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和男人私奔，被那男人的阵法发现，活活打死了吗？你为什么还活着？我死不瞑目，回来找南家报仇，尤其是当初欺辱过我的那些人。
说是不把你们都拖去地狱，我死都不甘心。吓得家丁屁滚尿流的向着院子里狂奔而去，另一个家丁也吓得瘫倒在地。南陵和秦怡这对狗男女也闻讯赶了出来。南烟，你敢动我试试？你当初和人私奔，就因为被云柔发现了，你就联合那奸夫想害死他和他腹中的胎儿。要不是那奸夫的正房找到了你们这对狗男女，云柔也无法趁机逃出来。南烟，你和你娘一样，恶毒到连个孩子都不放过。恶毒？当初你趁我娘失忆，骗自己是她的未婚夫，骗光她的钱财之后，你任由她生病不治，疼死在那病床上。若她恶毒，你这行为又算什么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她既然嫁给了我，那她的银子也便是我南家的。你瞧瞧你后娘，在秦家发达之后，她用秦家的银子接济了我多少次？连你都是靠她才活下来。同为女人，一儿能做到的事儿，她怎么就不行？但你问问秦怡，秦家的那些银子到底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南烟，现在你被那奸夫抛弃了，就想要带着私生女回来？我告诉你，我南家绝不养野种。你如果要回来，就只能当个婢子。至于他，你赶紧处置了，我们南家不会留下他。我来是讨回属于我娘亲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是否留下，你说的不算。你少胡言乱语！我拿了你娘什么东西啊？就她手里那点银子，连秦家的1分1厘都比不上。当初我娘把银子给你的时候，让你写下了欠条，现在这欠条就在我手里，你想将我赶出南家，你敢吗？南烟，我是你爹，你非要让我南家身败名裂不成？爹，当初我失踪1年，你连找都没找过我，便认定是我与人私奔了。就像当年秦怡说我娘丢了你的儿子，你便认定是她丢的，却从来没去查过真相。相爷，婴儿也是我的女儿，她要回来就让她回来吧。南烟，看到了吗？你娘对你有多好，当年你还故意诬陷她虐待你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学学月儿？哼，我娘已经死了。你，哎，相爷，算了，嫣儿不喜欢我是正常的，我也不强求。嫣儿，你不用担心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即便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会将你视如己出的。南烟冷冷地看了眼秦怡，他怕看着秦怡虚伪的面孔会忍不住弄死他，于是牵着南小小就向着后院的方向走去。这个孽障，要不是你替他说情，我早就打死他了。相爷，他手里毕竟拿着欠条，而如今柔儿是摄政王的未婚妻，如若南家传出不利言论，恐怕对他会有影响啊。南烟若是敢害柔儿的幸福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相爷，欠条一事，我可以让秦家帮忙，把那些银子还给南烟。唐嫣嫁给了我，便是南家的人，我花她的银子有何不对？为何要还？而且唐隐是我的妻子，欠条是不作数，南烟也没资格让我还钱，所以我只担心传出去会败坏名声。相爷，既然你不愿，那就由妾身来处理此事吧。不过妾身留下南烟不仅仅是因为欠条，妾身是真心想要照顾她，可嫣儿脾气不太好，妾身打算请人来教教她规矩，以后啊也好再为她找个夫婿。南烟有你这个后娘，是她的福气，这些事你看着办就成。妾身明白。娘亲，我们找到舅舅之后就回家好不好？我不喜欢这个地方，也不喜欢这里的人。好，等找到你舅舅，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。就在这时，院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伴随着那一声熟悉的声音，让南烟整个神经都紧绷了起来。南相不必跟着本王，本王自己逛逛便成。那微臣便告退了。王爷请便。他握紧了南小小的手，急忙想要转身离开。本王倒是没有想到，你就是南烟。怎么，你还是怀疑是我对小太子动了手？
小太子的事情，本王已经查明了，是有人将他从宫里骗了出来，而他之所以昏迷不醒，是发病的缘故。但君小莫的失踪，是不是与你有关？你觉得是我绑架了你的儿子？就算莫儿再不懂事，也不可能离家如此之久，除非是有人不想让他恢复。我不曾绑架他。本王只给你一次机会，将莫儿还给本王。南烟笑了，那笑容里带着凄凉。他应该已经习惯了从来都没有人相信他的话。娘亲才没有绑架他。够了，南烟，本王不管你和南云柔有什么纠纷，都与莫儿无关。你不该迁怒一个孩子，莫儿是无辜的，你不该迁怒一个孩子。那你呢，摄政王？我和南家的那些畜生，终究是有区别的。我再痛恨南云柔，也不会对一个5岁的孩子下手。南烟，5年前你为了与人私奔，不惜谋害南云柔，害得她腹中的胎儿都差点命丧。你让本王如何信你不会伤害莫儿？所以你即刻把莫儿还给本王，否则本王只能带走你的女儿，让你也长寿一下失去亲子之痛。你敢！本王此生只有莫儿这一个儿子，谁若敢动他，本王绝不轻饶。是啊，在君绝尘的心里，只有南云柔生的才是他的孩子，就算他知道了小宝和小巧的身份，也不会承认的。坏叔叔，我才不要跟你走，我要和娘亲在一起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没做过的事情绝不会承认。可若有人敢动我的女儿，我一定会和他拼命。君绝尘看着南烟这炸毛了般的模样，微微皱了皱眉头。我不能离开娘亲，娘亲和其他人不一样，她没有娘家，也没有丈夫，她一直都是孤身一人带着我和小宝，所以我才想要找一个爹爹保护娘亲。可是爹爹没有找到，还遇到了一个恶魔，千方百计的要分开我和娘亲。要是娘亲再失去了我，那娘亲怎么办？她会活不下去的。他的脚步向后退了几步，冷傲的目光中带着迷茫、错愕，还有疑惑。难道真的是他错怪了他们？不可能，他的那些仇敌都在他的监控之下，而以君小莫的本事，如果没有人将他藏起来，肯定已经被他的人找到了。除了女人，他想不到还有谁敢对摄政王府下手。你想要知道南云柔的真实面目？没等君绝尘回答，南烟便猛地抬手，将君绝尘用力地推向了房里。你若想知道，就躲在里面别出声。随后门哐的一声被关上了，将君绝尘推进了房间之后，南烟这才将目光转向了院外。远远的他就看到了那一张熟悉的容颜，让他浑身的血液都近乎倒流，死死地捏着掌心。南月儿，南云柔的同胞妹妹，也是帮着南云柔母女欺骗了他多年的人。姐姐，你竟然还活着，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还有你这野种，是和哪个野男人生的？哼，这都得拜南云柔所赐，毕竟当年要不是他把我丢在乱葬岗，也不会让其他人有可乘之机。虽然我当年没死成，却怀上了身孕。你几岁了？再过1个月我就要满4岁了。4岁，那就不是王爷的女儿。姐姐，你活着回来也好，娘已经在为你寻夫婿了。她还让我带高嬷嬷来教导你一些规矩。不过你也知道，以你的条件是找不到什么好人家的，何况你还带着一个私生女，所以你若是想要享受荣华富贵，便先将你这私生女给处理了。我娘亲才不需要嫁人，而且娘亲不愁嫁。之前想要来神医谷向娘亲求婚的人太多了，无论是干爹还是那些太子皇子的，娘亲都没有看上，何况是这些人。姐姐，你这女儿倒是和你一样，谎话连篇。别忘了，你一无是处又生了个私生女，这天下有人愿娶你就不错了，你还挑3拣4的。你还是听我的，好好跟着高嬷嬷学规矩，再把这小丫头送走。我这么做呀，都是为了你好。我是你的亲妹妹，我还会害你不成？说完了吗？如果你说完了，那你现在就可以滚了。姐姐，我是你的亲妹妹，是你唯一的亲人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？南烟冷笑着逼向了南月儿。哼，为了我好，所以从小到大，无论南云柔在外如何污蔑我，你都不许我站出来解释，那都是唐颖欠了他的。哼，为了我好，所以从小让我以泔水为食，让我衣不蔽体，冬无眠絮。南月儿，这就是你所谓的
你们都是为了我好？我不知你在说什么。南月儿，知道之前我为何信任你吗？不仅仅是因为当时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而是在我快饿死的时候，你拿了个窝窝头给我。那窝窝头即便是馊了，但因为你告诉我这窝窝头是你偷出来的，甚至还被打了一顿。从那之后，我便对你信任有加，却不知这些都是你的谎言。南言，你给我闭嘴！我没有死，当初你们想要害死我，结果我活着回来了，你们是不是很失望？可让你们更恐惧的事情还在后头，你们欠了我的，我会一一的拿回来。当南烟继续朝着南月儿逼近的时候，他终于发出了一声尖叫声，转身便朝着院外跑去。你听到了吗？这些年南云柔姐妹到底做了些什么？哼，这便是我恨她的缘由之一。但我和南云柔的私人恩怨绝不会牵扯上一个质子。南烟转过了身，望向了从身后走出来的男人。如果墨儿的事情是本王误会了你，本王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至于南云柔，她是墨儿的母亲，本王不能任由你动她。南烟笑了，不论他做了多少伤天害理之事，他还是要护着她。可见他有多喜欢南云柔，偏偏当初的自己却对君绝尘义无反顾。不过若你没有伤害墨儿，而他当真做了这些事，本王会替他弥补你。你怎么弥补我？用南云柔的性命来弥补我？南烟，除了南云柔的命，任何东西都弥补不了我。现在你可以走了，以后我不想你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任何与南云柔有关的东西我都不想看到。你走！南小小气呼呼地推着君绝尘，你们永远都只会欺负我娘亲，我娘亲现在不想看到你，你快走！君绝尘望了眼南烟，终究是没有再多言，转身走向了院外。娘亲不要怕，你还有我和小宝。其实我应该感谢他，至少因为他我才有了你们。娘亲，那你现在还恨他吗？恨过，怨过，哪怕是5年后的第一次相遇，我也在恨他。但现在我会慢慢放下对他的仇恨，毕竟是他让我拥有了你们。不过我哪怕不恨他了，在他为了南云柔来逼问我、诬陷我的时候，我们就注定是敌人。何况我要杀南云柔，灭南家，而他就会护着他们。娘亲，你的敌人就是我和小宝的敌人，就算是亲爹爹也是我的敌人。小小，你别怨他，我之所以不让你们相认，是怕他和我抢你们。毕竟他并不知道你和小宝的存在，是他不想让2个孩子知道他们的父亲不仅抛弃了他们，还想要杀害他们，这对2个小宝贝而言太残忍了。可他抛弃了娘亲啊，让娘亲伤心的人我都不喜欢。小小，这一生我有你和小宝就足够了。还有舅舅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回来。对，还有你们的舅舅，我肯定能找到他。翌日晨光初亮，南烟还在睡梦之中，便察觉到一道凌厉的风朝着他抽来，砰的一脚踹了过去，将嬷嬷从房间内踹飞了出去。哎呦！南烟生怕把南小小惊醒，他迈步走了出去。你果然和南夫人所言一般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是他请我来教教你规矩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按住！听到这话，那些家丁都向着南烟围了过去。这些家丁刚走到南烟的面前，南烟已经抬腿，一记腿风朝着那靠着最近的家丁踹了过去。没等其他家丁反应过来，他的长棍就已经扫出一阵凌厉的风，狠狠地落在了家丁们的胸口。南大小姐，看在南相夫人的份上，奴婢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能跪下来听奴婢的教诲，那奴婢便可以既往不咎。我的女儿还没有睡醒。什么？你们太过躁了，会吵到她。南大小姐，南相夫人教诲你是为了替你择婿，都是为了你好。如果你再不听管教，只要奴婢随便出去说几句，你这辈子都会嫁不出去，就算给人做妾都没有这个资格。胸口打得他整个人都横飞了出去。你去告诉邢姨，如若她再派人来打扰小小休息，我手里的那些欠条，还有她做过的那些事情，就都藏不住了。南烟转身走回了房内。娘亲，是南家又来找你麻烦了吗？没有，只是一个下人而已。我已经让他走了，等洗漱之后，我们就去找小宝。真的吗？我终于可以见到小宝了。哎，嬷嬷，你怎么伤成这样啊？南相夫人，你们南家那大小姐着实顽劣，还死不悔改。照我所看，你也别为她找什么婆家了。就她这种人，你也别怪奴婢话说的难听，哪怕是你倒贴黄金万两，也不见得有人要她。哎呦，高嬷嬷，你是不知道，是妍儿自己想要找婆家，才求着我帮她的。我也担心
没有人肯要他，这才找你来帮忙。谁想到……南相夫人，你还是找其他的人教他。奴婢来南家是为了教三小姐礼仪，若是你逼着我教那大小姐，奴婢也只能告辞离开了。哎，既然他不肯受管教，那我只能豁出这张老脸，去为他求一门亲事了。很快，高嬷嬷就离开了。娘，你之前就不该让高嬷嬷教南烟，她根本没这个资格。月儿，那高嬷嬷教会了京城如此多的姑娘，只要她认可的姑娘，都会一女百家求。她若是诋毁了的人，就会身败名裂，无人问津。所以你还不懂她那流言蜚语的威力。而且呀，南烟现在已经不愿替你姐姐在背后为人治病，她留着也没太大的用处，不如物尽其用。娘，你的意思是，你舅舅看上了云家铺子，以前你舅舅看上的东西，只要搬出相府的名义就能抢回来，但这次不一样，那云家有个当贵妃的姐姐，这一状告到陛下那儿，恐怕呀会给南家带来麻烦。为此，我打算让南烟嫁过去，把那铺子当聘礼拿回来。你让高嬷嬷败坏南烟的名声，那云家还愿意娶她吗？哎呦，南烟那贱人如今出落的倒是很有姿色，虽说她有个私生女，保不齐有眼下的想要纳她为妾呢。只有如此，才能让那些人打消想法。至于云家那边，云家那个官夫打死了10个妻子，那些好人家的姑娘，谁还愿意嫁他为妻呀？而身份卑微低下的，云家又瞧不上。但南烟不一样啊，至少他还有一张脸。那个官夫向来好色，肯定不会拒绝。要是南烟不同意，他有什么资格不同意呀？这是唐颖欠了我的，他先是害得云柔体弱多病，更害得你和我母女分离。他们母女欠了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娘说的没错，是他欠了我们的，可我只怕别人以为我们南家卖女儿。谁说是我逼南烟嫁给那官夫的？明明是南烟自己哭着求着我为她说媒，她以死相逼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也是南烟要求贵妃下懿旨赐婚，等那懿旨赐下，南烟还能反悔不成？娘，刚好南烟回来了，不如为她举办一场接风宴，再邀请云家和云贵妃前来，当场定下婚约，让她无法反抗。不错，这确实是个好法子。反正南烟她是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必须嫁。娘亲，我们不是要去找小宝吗？有人跟着我们，肯定是君爵臣，还在怀疑我绑架了君小木，所以我们先去云长阁，想办法将这些人甩了，再去找木儿。别回头，别让那些人知道我们发现了他们。现在跟着我走就行。好。他拉着雪团子快步地走进了云长阁。南小姐，你之前定制的衣裳已经完工了，我们管事的让你去试试是否合身。好。南烟跟着他走上了楼。当他走到包厢内的时候，便望见了早已经在等他的宁心。他快步地走了进去，关上了包厢的门。宁心，我们现在被君爵臣盯上了，现在我们必须从暗门离开，去见小宝。那我现在就带你去暗门。好。云长阁对面的酒楼内，君爵臣坐在酒楼之上，冷冽的目光望着对面的云长阁，森寒的双眸内带着若有所思。王爷，自从那女人进了云长阁事宜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来过。君爵臣的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。那些人还是没有动静。王爷请放心，那些人一直都在叶公的监视下，没有人来过京城。小世子的失踪应该和他们无关。等等，君爵臣的脸色陡然变了，猛地起身。本王中了那母女的奸计，叶寒，立刻随本王去云长阁。就在君爵臣刚带着叶寒迈上楼梯时，便听到了包厢内传来一声气急败坏的声音。人家那位大小姐真是无赖，见这衣服款式不喜欢，就将衣服给剪烂了，还不给银子就跳窗跑了。以后再让我看到她，我绝对不会放过她。君爵臣的脸色当即黑了，那个女人居然跑了。那个女人往哪个方向跑了？你们是来找那南家大小姐的？不错，我家王爷要找她。既然你们认识那南家大小姐，那就替她赔了我们这镇店之宝。叶寒尴尬地转身望向了君爵臣。他到底往何处跑了？本王不想再问第二遍。王爷若是想知道他去了何处，便把账买了。你也知道我们云长阁的镇店之宝从不对外售卖，那是因为我认为天底下无人能配得上的，所以我见了南烟姑娘长得好看，这才邀请她来试穿。谁知道她竟然破坏了我们云长阁的镇店之宝，还逃之夭夭了。王爷既然认识她，就替她赔了吧。叶寒，把银子给他。现在你能告诉本王了？他去了西边，至于到底去了何处，我并不知。不过王爷已经结账了，那稍后这衣裳我便送去南府。
这一次，君绝尘没有回话，带着叶寒转身离去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他肯定很快就找上来，幸好我早就做好了准备。还好这镇店之宝没白费，至少从摄政王手里赚回了银子，彼时再让人重新造一件就够了。随后他又转向了面前来汇报的侍女，说吧，你刚才来找我有何事啊？阁主，皇宫里有人传信去了神医谷，说是要见主子一面，他还说自己和主子有一面之缘。谁？云贵妃。他说在华州瘟疫的时候见过主子，想求主子救救小太子。不用管他，主子已经救过那小太子，等他的蛊虫被逼出来之后自会醒来，此事也无需让主子知道。至于那云贵妃，你就告诉他，主子很忙不见客。是，阁主。此时宅院内，南小宝赤足站在湖边，他从湖里抓起了一条鱼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怀里。湖里的其他鱼不停地冒着泡泡，围绕着南小宝的面前，似乎是在不停地朝他呼喊：吃我，吃我！等明天再吃你们。那些鱼像是有些失望，还是不肯离开，一直吐着泡泡。阿爸，小小，你怎么来了？而且你怎么又胖了？坏小宝又欺负我，我才没有长胖！哼！小宝，你一个人一声不响的离家出走，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？娘亲。见小包子那泛红的眼眶，再多的责怪都已经说不出口。你为何在抓鱼？煲鱼头汤。那些侍女呢？没有跟着你，为何你要自己煲汤？我不喜欢让人跟着我，便让他们都走了。你和小小去休息，一会儿煲好汤后喊你。好。小宝，你很不对劲，为什么把云长阁给你的侍女都赶走了？因为我要制毒，他们跟着不方便。那在神医谷怎么会不方便？说吧，你是不是藏人了？小小，你跟我来，我带你见个人。你真的偷藏人了吗？是什么人？不能让娘亲知道吗？娘亲会伤心的吧？南小小满脸疑惑地跟在小宝的身后，跟着他走向了后院。本来什么都不懂的南小小，在看到君小莫的那一刻，整张小脸都僵住了。小宝，娘亲之所以不让你在人前出现，是不是你和坏蛋爹爹长得太像了？小宝点了点头。那他不止和你一模一样，和那个坏蛋爹爹幼时长得也毫无分别，所以他也是坏蛋爹爹的儿子。所以我才不想让娘亲看到他，娘亲看到的话会很难受的吧？小宝，你知不知道那个坏蛋诬陷娘亲绑架了他，还要把我从娘亲身边带走？要不是你拐走了他，娘亲也不至于被人诬陷。我没有拐走他，是他离家出走，厄运在我门前，我不能不管。我是打算等他身体恢复之后就让他走的。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？君小莫愣愣地看着面前的两个小奶包子，他怎么也没想到父王在外还有两个私生子，而且还是因为他和母妃才导致他们被抛弃了。我把夫子气跑了，所以母妃惩罚我不许用膳，所以我才……你为什么会把夫子气跑了？是和小宝一样嫌弃那些夫子都太笨了吗？是夫子教了我一手将进酒，我一遍就记住了。夫子骂我说谎，还要打我板子，我不肯，他就被气跑了。我没有说谎，可母妃也不信我，她说夫子不可能会冤枉我，定是我说了谎。南小小的眼眶一酸，娘亲这么多年不也是这么过来的？无论她如何辩解，都无人信。怎么会有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相信的母亲呢？可天底下的娘亲不都是这样的吗？母妃说了，她是全天下最好的母亲，才能容忍我这般不成器的儿子。换成任何人，早就把我喂狼了。胡说，我娘亲才是最好的，不管我和小宝说什么她都会信。小宝不喜欢医术，想要制毒，她也任由小宝，她从不会干涉我们的自由，哪怕她再不想小宝留在京城，也舍不得强迫他。哪怕她知道小宝被坏蛋爹爹发现之后，她要用更多的努力去救他，她即便会付出一切代价，她也会尊重小宝。而且我见过的所有母亲，也没有谁和你母妃那样的。真的吗？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冒充我去见我娘亲，你就会知道母亲该是什么样。君小莫还没反应过来，南小宝就脱下了衣服，丢在了君小莫的面前。我只把娘亲让给你一会儿，你不能让她发现你的身份。院子里，南妍已经煲好了汤，向着院子走了过去。小宝、小小，你们怎么还站在这儿？快坐下。君小莫看着南妍端着鱼头汤走来，下意识地向后退了2步。天知道这几天他和小宝煲的汤有多难受，现在看到鱼头汤就反胃。可他没看到身后的石头，整个身体都被绊得摔向了后方。可那预想中的疼痛没有传来，他被拽入了一个怀抱之中。那怀抱很温暖，温暖到他连推开他的力气都没有。娘亲，我没事，你和小小在这里待着，哪儿也别去。转身向着厢房的方向走去，地上是瓷碗的碎片。
南烟的背上全是湿漉漉的，紧紧地贴着他的皮肤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？南小小擦了擦眼角的泪水。在娘亲心里，我和小宝比他自己要重要。可在他和小宝心里，娘亲何尝不是最重要的人？君小沫的眼神有些发呆。1年前，他重病在床，母妃非要喂他喝药，可他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，不知道那药很烫，刚端起来就烫手，他直接松了手，是那药洒在了他的身上，他被烫得满身泡。母妃说他是任性，故意打翻了药，所有人都在指责他不懂事，连祖母都苛责了他。事后，母妃告诉他，所有的母亲都会和他一样，宁可儿女满身伤痕，也不会任自己伤一分。可他见过母猫护崽，但母妃告诉他，只有畜生才会护崽。那为什么小宝的母亲会对他如此好？对不起，要不是我，他也不会受伤，何况我还不是小宝。不会怪你，就算知道你不是小宝，他也会救的。那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他？娘亲不想让我们看到他受伤的样子，这些年来，哪怕我和小宝再担心，也会尊重他，就像他尊重我们一样。烫伤膏冰冰凉凉的，擦在后背之上，疼痛明显缓解不少。就在他起身的那一刹那，手镯散出白色的光芒，将他整个人笼罩了。那一刻，他的脑海里仿若有广阔的天地，这是空间。南烟心里欣喜，现在他的空间终于再一次开启了，而且似乎比之前辽阔了不少，就连那灵泉都比以前更蓝了，还多了如此多的药材。望着如此长势的药材，他的眸中一时带着光芒。若是用这些药材研制成烫伤膏，必定比这药效更强。看来我得找个时间试试。只是很奇怪，为何手镯空间在这时候禁忌结束了？小小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娘亲的手镯很奇怪？奇怪？我刚才碰到了她的手镯，摸起来是暖暖的。为什么你也觉得娘亲的手镯是暖的？除了我和小宝，其他人都摸不出来，就连娘亲也察觉不到。没等南小小想明白，南烟又端着鱼汤走了出来。这次的君小沫动也不敢动，乖乖地坐在了石凳下，眼巴巴地盯着他。我真没事，你娘亲什么药没有啊？一点烫伤而已，很快就能恢复了。君小沫心头一酸，他害得他受了伤，他不但没苛责他，还不停地安抚他。小宝的娘亲为什么会这么好？只是望见南烟在他的碗里倒了一碗汤，他的眼神又变得纠结起来。可他不忍南烟伤心，忍着喝了一口。这真好喝，为什么小宝的娘亲这么厉害？不过君小沫向来厌恶姜片，他还是将鱼片里的姜片挑了出来。我说过多少次啦，不能挑食，这是药姜，我用了100种药材炮制，你不能浪费。要学学小小，什么都吃啊！君小沫用求救的目光看向了南小小，南小小下意识地回避了他的眼神。君小沫只能苦巴巴地将姜片又夹了回来，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入了口中。小宝今天为何如此听话？以前你死活都不肯吃。这话让君小沫的身体一僵，他该不会看出什么？可能是刚才小宝拖累你受伤，心有愧疚吧。不挑食最好。娘，我昨天看了本兵书。你怎么对兵书有兴趣了？你不是喜欢制毒吗？我一遍就背下了兵法，可是他们不相信我，骂我说谎。谁不信你？隔壁山的大牛和他叔叔？他们不信是他们的事情，你无需理会。毕竟你的能力，你自己相信就行了。娘亲，不觉得我在说谎吗？我的宝贝一向厉害呀，虽然你不喜欢读书，但你若是愿意，我相信你是能过目不忘。君小沫茫然了，原来他们说的是真的，他真能做到不论何时都相信他。可为何母妃却告诉他，全天下的母亲都是这样的？娘亲，我怕黑，我想让小宝陪我去尿尿。娘亲向来聪明，说是让小沫再留下来，保不齐会发现小沫并非小宝，他得想办法让他们换回来。我带你去，小宝他毕竟是男孩子，不方便。娘亲受了伤，还是让小宝陪我。南小小拉着君小沫的手，便快速地向着后院跑去。南烟看着2个小团子离开的身影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罢了，既然2个孩子感情如此好，他也无需阻止他们。君绝尘黑着一张容颜，狂躁而暴怒地看着底下的这群人。还找不到他们？底下的人全都瑟瑟发抖，不敢回话。韩，你的人找了这么久，为何还找不到他？叶寒吓得一个踉跄，跪在了地上。王爷，会不会是那云长阁的人骗了我们？王爷，属下找到了见过南家大小姐的人，她并非去西边，而是去东边。立刻随本王去找南烟。南烟那个该死的女神，居然联合云长阁骗她。
该死！现在你应该明白了，像南云柔那样的人根本不配当一个母亲。那为什么连王府的侍女都和我说她是全天下对我最好的人？现在王府是不是由南云柔做主？祖母时常去礼佛，父王从来没有回来过，在王府里他们便听由母妃的命令行事。这不就是了？王府里的事宜都由南云柔做主，那这么多年来那些侍女当然都是她的人。他的脑海里又浮现了刚才南烟奋不顾身护着他的那一幕，若是换成母妃，必然是会对他置之不顾。你的伤也差不多了，这2天你就可以回去了，免得你爹又怀疑是我娘亲绑架了你。他那声音之中都带着怨念。我明白，我今天会回王府。那就好，但是我想让你看在我救了你的份上，别把我和小小的存在告诉任何人。你放心吧，除了我，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的。南小宝最后看了眼君小莫，牵着南小小的手就朝着前院的方向走去。主子快走，摄政王他……一瞬间，他便望见了那张阴森冷冽的容颜。不行，得赶紧通知小宝，绝不能让君绝尘见到小宝。却见无数人一拥而入，将他团团包围了起来。他迈步向着南烟走近，一步步的都沉重的踩在了他的心上。南烟，你居然联合云长阁欺骗本王，可惜本王并没有相信云长阁的话，否则就任你逃之夭夭了。南烟的脸色一点点的发白，因为他已经看到从后院走来的那2道小身影，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。放开我娘亲！这一声让南烟彻底的绝望了。他隐藏了小宝5年，护了他5年，终究还是藏不住了。君绝尘的眼里带着震惊、错愕，还有那震怒。你不许欺负我娘亲！南小宝奋力地冲到南烟的面前，他的小脸涨红，愤怒地瞪着君绝尘。他刚刚喊你什么？君小莫是本王的儿子，本王不论你如何记恨南云柔，你都不该打他的主意，更不该哄骗他喊你娘亲。坏叔叔，你不许欺负我娘亲和哥哥！南小小也冲上了前，拼命地想要推开那些靠近南烟和南小宝的人。挡在前面的叶寒微微地皱了皱眉头，许是因为南烟拐走小世子的事情，让他对这对母女心生恼怒。他用衣袖一甩，便将那血团子小小的身体给甩了出去。小小，南姑娘，放了我家小世子，否则你这女儿的性命恐怕不保。叶寒已经命人将南小小抓了起来，冷声威胁道。君绝尘听到这话，他的眉头不由自主地皱起，却终究什么话都没有说。君绝尘，如果你敢动小小，我一定会和你拼命。哼，南姑娘，是你绑架小世子在先，只要你放了小世子，我便放了你女儿，不然以我家王爷的手段，你这女儿必定会死。南烟将南小宝紧紧地搂在怀中。君绝尘，你当真是我见过的这世上最无情冷血的动物？南烟，你以为本王真的带不走木儿吗？还需要靠你的女儿来威胁你？是你太高看自己，还是低估了本王？他的气势越发沉重，压得南烟近乎无法呼吸。可他还是没有放开小团子，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他松开了手，也许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。一旁的小小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：“你把小小放了，我和你走，你立刻把小小放了！不行，你不能跟他走。”王爷，小世子已经被这个女人给蛊惑了，忘记了谁才是他的母亲。属下恳请王爷准许属下动手，为云柔姑娘讨回一个公道。叶寒单膝跪在了地上，声声恳请道：“南烟，你可还记得本王昨日说过什么？无论南云柔亏欠了你多少，本王会替他弥补你，但你不该伤害一个无辜之子。”他没有伤害我，是你们欺人太甚！君小莫，你的事情等回去，本王再和你算账。南烟慌忙转头望去，刹那间，他便望见南小小一口咬在了叶寒的胳膊上。在叶寒吃痛松手后，他看到那小小的身影向着他和小宝狂奔而来。小小，那侍卫手里提着一把长剑，对向了南小小的后颈。君绝尘显然也看到了这侍卫的动作，正想要出手阻止，却见南烟化为了一道旋风，迅疾地冲向了南小小。看到冲过来的南烟，君绝尘将手中的飞刀收了起来，随后便闪身至南小宝的身旁，将这小家伙提到了手中。南烟一脚踹了过去，将靠近南小小的侍卫猛地踹飞，那长剑也跟着飞了出去，从半空中掉落，插在了侍卫的腿上，烫得他发出声嘶力竭的声音：“小小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”你把刀还给我们，他不是……便被南烟给捂住了口。此刻的南烟浑身都在发颤，目光中带着绝望与悲痛。南烟，本王之前相信了你的话，才让你有机会伤害木儿，所以本王会等你来，
给本王一个交代。拎着君小沫转身离去，南烟几步追上了前，却被叶颖等人拦住了去路。南烟姑娘，你别妄想利用你的那个女儿接近王爷，王爷的心思都在云柔姑娘和小世子的身上，他对除了云柔姑娘之外的任何女人都不屑一顾。说完这话，叶还没有再理会南烟，跟着君绝尘转身离开了。你把小宝还给我，把小宝还给我，那是我的小宝啊！悲痛的泪水顺着眼眶流淌了下来，所有的话都堵在了他的喉咙里，让他无法宣泄而出。不怪你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不过之前出现的人不是小宝，是你吧？哦，看来我之前的直觉没有错，你和平常的小宝不一样，只不过你和他一样挑食，这点必须改了。啊，你不怪我吗？怪你什么？冒充小宝？小宝和小小如此做，肯定有他们的原因，我不怪你，也不怪他们。但是以后这些事情，我不希望再发生了。娘亲，小莫哥哥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，差点饿死在外。可他的娘亲不但冤枉他，还敢说自己是全天下最好的母亲，所以小宝才让小莫冒充了他。明明我们的娘亲才是最好的。小宝去了王府之后，会不会被那个恶毒的女人欺负？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但这种事情我不希望再次发生。另外，小莫，你如果想要帮小宝，这段时间就不能让人发现你的存在。我会的，我会派人来照顾你。这段时间，我和小小必须想办法救出小宝。等我们想到办法之后，再来找你。君小莫呆愣了下，有些不舍的目光望向南小小。好。南烟牵着南小小的手，在离开前，那视线再次望向了君小莫。看到小团子那眼里的失落之后，他的心口莫名的刺痛了一下。他用力的呼吸了一口气，还是转身牵着南小小离开了。娘亲，对不起，是我和小宝隐瞒了你。我说了，此事不怨你。纵使我再怨恨南云柔，对于这个孩子，我还是恨不起来。我也不会将父母的恩怨强加到孩子的身上，他是无辜的。那娘亲不会觉得我和小宝收留小莫哥哥是背叛了你吗？当然不会，你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因为娘亲以前深爱坏蛋爹爹呀。小小，以前娘亲喜欢他，但现在已经不喜欢了。我的生命里只有你和小宝。那小宝还能回来吗？会的，就算付出一切代价，我也会救出他。君绝尘坐在书房内，冷冷地看着跪在底下的男人。叶颖与叶寒的额头都渗出了汗水，连抬头看一眼君绝尘的勇气都没有。说吧，谁让你吩咐人对那丫头动手的？啊，属下是担心南烟对小世子不利，这才想要用他的女儿让他分神。君绝尘冷冷地站起身，面无表情地俯视着叶寒。本王已经弱到需要用一个小丫头威胁他人的份上了，请王爷恕罪。去刑堂领罚。是，王爷。等叶颖与叶寒离开之后，站在君绝尘身旁的叶枫才仗着胆子问：王爷，你今天为何没有处置那南烟？本王向来有失眠之症，多年一直无法缓解，只能依靠药物。但几天前在境外找到君少学那一日，本王没有依靠任何药物便入睡了。以前本王即便服药，每日也只能睡上2个时辰，那一日本王却睡了整整5个时辰。后来几天就和之前一样，再也无法入睡，直到昨夜本王又睡了5个时辰。同样的2日，本王都遇见了一个人，南烟。王爷，你的意思是南姑娘能治好你的不眠之症？这只是本王的猜测，是否如此还有待考证。若南烟真的能治好他，那南烟诱拐墨儿的罪名他便不与他计较，否则他会让那女人知道欺骗他的代价。墨儿呢？他还在哭闹？小世子自从被送回王府之后，就一直不肯用膳，连那些送膳的婢子都被他打走了。他还不许云柔姑娘去探望他。走，随本王去梨园，本王倒要看看这小东西到底要干什么。房内，南小宝似乎听到了门口的动静，他哼了一声，将脑袋转向了一旁，都不正眼看向君绝尘。君绝尘脸都黑了。君小莫，本王之前怎么没发现你有这么大脾气？是你先干涉我的自由。你离家出走这么久，你还有理了？我要不是离家出走，早就被活活饿死了。他们不许我吃饭，让我饿了3天3夜，你一回来就质问我。若是你不想要我这个儿子，你生下我干什么？惩罚你不许吃饭。是墨儿的娘亲。这件事我会处理。眼见君绝尘要离开，南小宝慌了，从床上跳了起来，匆忙追向了君绝尘，拦在了他的面前。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们把我带走之后，打算对南一做什么？他绑架王府世子，本王自然要去找他算账。他没有伤害我，要不是他救了我，我早就被活活饿死了。他是为了报复南云柔才故意为之。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身份，他是无辜的。你怎么知道他不知道你的身份？父王，
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，但是他救了我。夫子从小就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他帮了我，父王你不报答就算了，还想要伤害他，你都没法当一个好榜样。我以后只会有样学样，当一个恩将仇报的人。你放心，就算他真有私心，本王这一次也不会拿他如何的。毕竟本王要跟你当好这个榜样。南小宝这才悄然松了口气，只要娘亲平安无事，他才能想办法离开这里找娘亲会合。将隐瞒不报之人全都驱逐出去，包括王府管家。另外，让南云柔过来见本王。他刚走进去，一声阴沉的声音便从头顶传来，吓得他双膝一软，跪在了地上。本王听说你惩罚木耳3天3夜不许吃饭。王爷，这些年你一直不回京城，根本就不知道木耳他气走了多少夫子。现在他还说谎成性，顽劣不堪，着实难以管教。我是不得已才如此惩罚他。我不许他进食，我也心疼，可我毫无办法呀。子不教不成器，我不想木耳成为一个人人厌弃之人，难道我也有错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是本王对木耳疏于管教，才让他顽劣成性的。从今往后，本王会搬回王府住，亲自管教他。南云柔愣住了，她的泪水还挂在眼角，俨然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这番话。你可以回去了，只是同样的事情，本王不希望再发生第二次。南云柔还犹如云里雾里，她不敢相信这惊喜来得如此之快，连她是如何走出书房的她都不知道。王爷，太妃如果知道您愿意搬回王府住，她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本王回来只是为了君小木。君绝尘的眉头皱了皱，只是木儿向来不喜欢本王，之前本王不愿回京，便提议让木儿跟着本王，只是木儿每年只愿意在本王的身边留1个月。本王烦了，你也先下去休息吧。我让你们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那高嬷嬷可有将南燕的恶名传扬出去？夫人，现在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大小姐，她已经名声远播，无人不知。很好，走，我现在就去替南燕说亲。哼，说起来她还得感谢我，若非是我，她哪来这么好的亲事啊？我那可怜的嫣儿，她年纪轻轻就被夫家逐出家门，带着一个女儿有多不容易，所以呀，她想要嫁入权贵之家也是情有可原。云夫人，我的女儿最满意的还是你们云家，她都在家以死相逼了，我求你了，求你让你儿子娶了她吧。秦怡坐在大门口，紧紧地抓着云老夫人的手，身后的侍女扶着她，她却如同失去了全身的力气，站都站不起来。云老夫人正想要拒绝，谁知她那不成器的儿子就看到了秦怡手中拿着的画像，眼睛一亮，面露贪婪。娘，我就要娶她。云老夫人恨铁不成钢，可她知道自家儿子是什么德行，若是不依着他，保不齐他会闹出什么事来。我家嫣儿说了，她要东城的一间门铺当嫁妆，还要1纸才嫁。我也求过她，但她用死来威胁我，我也实在没有办法。但嫣儿的嫁妆，我一个铜板都不要，全都是留给她的。云老夫人，你看……南夫人，你那女儿是什么下三滥的货色，她自己不清楚？我呸！别说是东城的铺子，我不让你们倒贴钱就算不错了。娘，我就要娶她，就凭她这张脸我也要娶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云老夫人气得将近晕厥，她这是造了什么孽，生了这么一个儿子？太好了，我终于完成了嫣儿的心愿。其实不管唐寅姐姐当年做了什么，但我知道以德报怨，人性本善。嫣儿就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只要她能获得幸福，我便无憾了。诸位，我家那不成器的女儿把我那人气晕了，我必须回去为她主持公道。丢下这话，南陵就铁青着一张脸色，转身离去。哎呀，南陵当真是难得一见的好男人，当初不嫌弃唐寅丑陋而娶了她，连唐寅因妒忌丢了他的儿子，嘿嘿，他都没有休了他。哎呦，如此有情有义之人，当真难得啊！其实当初南陵没有休弃唐寅，还是南相夫人为他求情。后来相爷为了补偿南相夫人失去儿子的痛，才在唐寅死后为他续弦呢。这南相夫人也是好人，就没有哪个继母能做到她这种程度。哎呦，为了一个白眼狼啊，都如此的费心费力呀！哎呦，当初陛下亲封南相夫人为天下第一后母以后啊，我家那位还经常说，若是哪一天她死了，希望我娶一个和南夫人一样的女人，如此她才能够放心的把孩子交托出去啊。南陵怒气冲冲地向着南家走去，他已经能预料到，当他离开之后，那群同僚如何的批判南燕。
这该死的南烟又害他丢人现眼了。刚走进南家，他厉声质问道：“南烟呢？”启禀相爷，大小姐出去了，还没有回来。我南府内就没有大小姐，她若是回来了，让她过来见我。旋即他快步地朝着后厢房走去。他刚走进后厢房，就望见坐在床边的秦怡。相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早晚要将这个孽障活活打死。相爷，求你了，你别去找嫣儿，后娘难当。若是嫣儿生气了，又以为是我挑唆的。既然你为她求情，那我这次便放过她。是她非要嫁给云氏，还逼迫你去说亲，那以后她是生是死，与我南府无关。秦怡垂泪不语，那唇角却悄悄地勾起讽刺的弧度。相爷，南烟这次回来，我们还没有为他举办接风洗尘宴呢。这样吧，我们趁此宴会定亲，也算是为他撑腰了。这般孽障，他也配？相爷，嫣儿非要一纸才愿嫁，如今贵妃娘娘已经同意了，就算为了这一纸，我们也得隆重些。再者，我这般也是生怕嫣儿受欺辱罢了。你就是待她太好了，才会一直受到她的欺辱。南烟和她的母亲一样，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相爷，我受点委屈没什么，只要嫣儿能过得好，就足够了。这事就交给你去办吧。另外，南烟欠了你这么多，她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哼，有你这么好的后母，她完全不珍惜。若换成其他人，不知道如何折磨她。真不知道他怎么生出一个如此白眼狼的女儿。宁熙姨爷，董叔叔。我也是前些天听宁心说你要来京城，所以才从别处赶来的。本来我那内人也想来亲自拜访你，但她最近又怀孕了，无法长途奔波，便没有来。令夫人最近身体如何？她很好，只是最近怀孕，身体不适，不然她怎么都要来见你的。无碍，以后有的是见面机会。这次我来找你，是有几件事要你帮忙。我想要让天花楼的人帮我一起将小宝救出来。想要从君爵臣的手里将人救走，恐怕有些难。不过只要你开口，我天花楼必然会鼎力相助。好，这段时间我不方便来找你，我会让宁心与你联系。另外，南烟顿了顿，转向了宁心，问：君爵臣可有怀疑云长阁与我的关系？我向来分不清方向，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。他之前确实派人查过，即便他有所怀疑，也没有任何证据。你们是我在京城的探子，一定不能让君爵臣发现任何事情。好。等南烟牵着南小小走下包厢的时候，却听到一声熟悉的声音传来：姐姐，你是听到绝尘哥哥会来这个地方，所以来见他的吗？我知道绝尘哥哥不喜欢你，但你都要嫁人了，难以避免的想要再见他一眼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会生气的。谁说我娘亲要嫁人了？哼！哎呀，他就算想要见摄政王，也看摄政王搭不搭理他。你看看你有什么地方能和云柔相比？云柔生的儿子是摄政王的亲儿子，你那女儿也不知道是哪个人的野种。你才是野种，你全家都是野种！放肆！我堂堂太师府千金，岂容你这野种在我面前放肆？来人，给我教训他！站在柳月烟身后的侍卫急忙拔出长剑上前，只是这群人还没有走到南小小的身旁，南烟就一只手拎起了桌子，轰的一声砸了过去，砸在那群侍卫的胸口，砸得他们口喷鲜血。你别过来！我告诉你，我是太师府的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柳月烟的脸上。姐姐啊，你还是给月烟认个错，好歹我是摄政王王妃，他会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与你计较。月烟，你也别和他计较了，毕竟姐姐向来不喜欢我，与我走得近的人她都是如此，你可否原谅她？你应该道歉的人不是我，是云柔。她这些年以你受了多少委屈，你居然这般待她？何况她救人无数，她是全天下的人都要保护的人，而你却是一无是处。你凭什么觉得她要让着你？神医，她是神医，为何看不到你已经患了绝症？你少危言耸听！南烟冷笑着转向了南云柔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她。你真看不出她身体的毛病？月烟，你不用听他胡言乱语，你的身体没有任何毛病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是你没必要挑拨离间。你近日是不是噩梦不断，手腕时常无力，经常连碗都无法拿？没想到你为了挑拨离间，居然买通我太师府的丫鬟。好了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，
你也别吓唬月烟。娘亲从不吓唬人，她若是不治病，可能活不过半年哦。若是半年之后她毒发身亡，你负责吗？你每日做的梦，梦见的是思春之梦，你甚至看到男人便无法忍住，为此还闹出了不少的笑话。你胡说！你中的是蛊毒，为情蛊，中蛊若深，便会如你最近的情况一般。今日你还是偷偷跑出来的吧？你信不信由你，毕竟你已经活不过半年，我也不想和一个死人计较。旋即，他将视线转向了南云柔。既然身为神医都无法断定他的病情，那你这神医之名，当真是有名无实啊！小小，我们走。南云柔的嘴唇发白，紧握着的拳头有些发颤。南烟的话更是让他恐慌不已。若是南烟不死，早晚有一天他会被他揭露开来。月烟，以前呢，我也教过南烟一些医术，他所说的情蛊也是我告诉他的。但是你放心，这蛊毒稀少，你也没有中毒。我根本就没有做过这些事，南烟在胡言乱语。不过，中了情蛊，真的活不过半年吗？南云柔一怔，他都没听说过这种情蛊，他怎么知道？但南烟既然说是活不过半年，他就肯定活不过。确实活不过半年。天华楼楼上，房门半开，君绝尘凉薄的眸子望向那离去的背影。木儿因为这女人几天滴水不进，这女人倒是过得很潇洒。把南烟给本王抓来。南烟刚牵着南小小的手离开天华楼，便被人拦住了去路。怎么？君绝尘想要来找我秋后算账？我家王爷让你去见他。哼，南云柔就在这里，你家王爷想要见我，不怕让南云柔知道吗？所以王爷吩咐属下，带南烟姑娘从侧门而入，避免让云柔姑娘发现。他想见我，我凭什么就要见他？娘亲，我不喜欢坏叔叔，我们回家吧。小小，我们走。南烟没有理会叶莹与叶寒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叶寒寸步不让，身体笔挺地挡在南烟的面前。南烟的眼里闪过了一道愤怒，猛地将叶寒狠狠地推开了几步。正当他想要继续动手的时候，一只修长有力的手牢牢地拽住了他的手腕。叶莹，赵寒这小丫头，南烟，你为了报复南云柔，先是绑架了木儿，又蛊惑了他的心智，让他为了借你以绝食相逼。现在你故意在本王的面前说出了柳月烟的症状，为的就是让本王知道你有医术，想让本王找你治病。你为了报复他，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你刚刚说他绝食相逼，他为了你3天滴水未进，你倒是过得潇洒快活。我要见他，我必须见他。南烟，你别忘了，木儿是本王的儿子，没有本王的同意，你觉得你能见到他吗？娘亲！南小小却红着眼眶，狠狠地一口咬下。剧烈的疼痛之下，叶莹猛地一用力将南小小给推开了。小小，他扬手，一记掌风掀在叶颖的身上，叶颖当即喷出了一口鲜血，瘫在了地上。南烟，你想要阻止我？小小不是你的女儿，你当然不心疼，但对我来说，她是我的命。南烟，前几日那人对小小刀剑相向，这是不是他吩咐的？哼，第二次了，他是第二次要对小小动手，而向来公正廉明的摄政王，不但庇护南云柔的所作所为，连自己的侍卫要对一个质子下手，你依然是庇护他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只希望你此生都不会后悔。转身抱着南小小便离开了。君绝尘看着南烟离开的身影，脸色越发难看。王爷！不远处，南云柔正带着一群闺阁千金走了进来。王爷，刚才我看到你和我姐姐在一块儿了，是不是姐姐惹你生气了？她这脾气就是这样，我这些年便是这么过来的。你来干什么？今天是南家为姐姐举办的接风洗尘宴，家父让我给王爷送请帖过来。木儿至今滴水未进，你为何还有心思参加宴会？王爷，这宴会是姐姐要举办的，我娘亲也没有办法，只能顺着她。不过我也不怕王爷误会，这些年我替她背的锅还少吗？不过姐姐好不容易苦尽甘来了，找了个富贵人家当少夫人，这宴会也是她的定亲宴。君绝尘刚打算离去的脚步停了下来，回头望向了南云柔。定亲宴？这女人害得墨儿闹绝食，她倒还能过得如此潇洒。现在君小莫茶不思饭不想，她反而还有心思定亲。本王会赴约。君绝尘没有看一眼南云柔，便将目光转向了叶颖。你回去继续领罚。留下这句话之后，他才迈步离去，留下南云柔呆愣着站在原处。云柔姑娘，你和摄政王之间……刚刚南烟又在纠缠绝尘哥哥，让他心里有些烦躁吧。
其实南烟之所以来天华楼，是我不小心把绝尘哥哥的踪迹透露给了他。可我没想到，他都如愿与云家订婚，却还是要纠缠绝尘哥哥。绝尘哥哥猜到是我透露的消息，心里怨我。绝尘哥哥心悦我，可我之前总是想把他让给姐姐，他生气也是正常的，不怪他。云柔姑娘，王爷对你一往情深，你为何想把他让给南烟呢？也不瞧瞧他配吗？他能嫁入云家，还是沾了你的光。你别用他来侮辱王爷了。别说他未婚先孕了，高嬷嬷早已经将他的恶行宣扬了整个京城。就他这种人，看一眼都恶心，别提睡他了。南烟呀，你以为你回来就能威胁到我？你错了。之前你侥幸未死，那这一次我会让你体验到什么叫做身败名裂，众叛亲离。娘亲，我刚才摔疼了，但是没有哭啊。娘亲，我是不是很乖？我这么乖的话，是不是就不会有人强迫我和娘亲分开了？是不是也能把小宝还给我们了？小小，对不起，是我没能保护好你们。南小小的2只胳膊都抱紧了南烟的脖子。娘亲，到时见到小莫的话，别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小莫哥哥好不好？他因为娘亲失去了小宝，已经很愧疚了，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们和他爹爹起了冲突，不然他肯定会更内疚的。他已经好可怜了，南云柔对他一点也不好。好，我不告诉他。哦，对了，我也要等伤好了才能想办法去王府找小宝。要是小宝看到我受伤，肯定也会心疼的。我不想让小宝心疼，那样我也会难过的。南烟越发的心酸，他的孩子小小年纪便如此懂事，可见这几年他让他们承受了多少。你的伤很快会好的，我们也很快会见到小宝。当南烟回到南家之后，便带着南小小回到了房内。他从空间拿出了药膏，擦在了南小小的手背之上，药膏冰冰凉凉的，也让南小小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缓慢愈合。娘亲，这是你的新药吗？不过娘亲的药膏药效太强，你要保密。好的。南小小乖乖的点头，心里却盘算着，等他的伤好了之后，他就想办法先去王府见见小宝。小宝一直不吃饭怎么行，肯定会饿坏的。娘亲，我饿了。你等等，娘亲现在去为你准备膳食。南小小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等南烟拿出药膳之后，他立马赤着小脚跳下了床。当看到桌上2份药膳之后，他的眼里闪过一道欣喜。娘亲，我们是要去找小宝吗？小宝肯定是吃不惯王府的饭菜，才不愿意吃饭。南小小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等南烟拿出药膳之后，他立马赤着小脚跳下了床。当看到桌上2份药膳之后，他的眼里闪过一道欣喜。娘亲，我们是要去找小宝吗？小宝肯定是吃不惯王府的饭菜，才不愿意吃饭。我暂时还见不了小宝，这药膳是给小莫准备的。娘亲，你在家里等我，我将药膳送去之后便回来。好，我会留在房内等娘亲回来。一连几日，君小莫都没能见到小小和南烟，他也消瘦了不少，呆愣愣地坐在房内。直到看到推门而入的身影，他才怔怔地抬起了头，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从房外走进的人。南姨，你怎清瘦了如此多？我怕你和小小会生我的气。这件事与你无关，我不方便经常见你，所以只能派人来照顾你，我不能让任何人发现你的存在。但他不知怎的，这几日里他总是想起君小莫孤零零的小身影。纵然君小莫不是他生的，可他和南小宝长得同样一张脸，他对他无法割舍得下。我给你带来了药膳，你要补补身子。君小莫的心里有些欣喜，眼眶泛红。这些年里从来没有人这般关心过他。我稍后便要离开了，若是被人发现了你，小宝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南言回头看了眼君小莫，他纵然有些不舍，却还是转身离开了。君小莫目送着南言离去，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，才恋恋不舍地将目光收了回来。要是小宝的娘亲是我的娘亲就好了。但他不能有这种想法，他已经很对不起小宝了，怎么还能抢走他的娘亲？可是他真的很羡慕小宝有了如此爱他的娘亲。南言没有逗留太久，是他不放心南小小留在南府。谁知在他匆忙赶回南家的时候，却被一道迎面而来的声音挡住了去路。你之前到底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哼，你都来找我了，是真是假你自己最清楚不过。你是凭什么断定我就是中了蛊毒？南言迈步走向了柳月烟。养蛊之人就在太师府内，而且他也没打算杀了你，是想要让你身败名裂。
你确定就在太师府？你难道没有发现，你只有在太师府才控制不住理智吗？柳月烟浑身一个激灵，陡然瞪大了眼。没错，他在太师府内确实无法控制理智，就连刚才他也是回到太师府后才病发。哼，想要知道是谁想要害你，很简单，你离开太师府一段时日，谁非要跟着你一起走，或者谁最不想你出门，谁就是要害你的人。前骨的母骨和子骨不能相隔太远，所以南烟断定那个人就在太师府内。丢下这话，南烟转身便要离开。柳月烟慌了神，匆忙挡在了南烟面前。你能不能救我？能，但我为什么要救你？你真的能见死不救？我能告诉你这些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你若想要找人救你，你去求南云柔，说不定他能救你。说罢，他再也没有理会身后的柳月烟，迈步向着南家而去。他说过要将被南月柔抢走的东西一点点地拿回来。柳月烟望着南烟离开的身影，眼里带着光芒。没错，云柔肯定能救他，不过他现在更想知道的是，到底谁想要害他。南相府内门庭若市，今日是南家为南烟准备的接风洗尘宴，已经有一些宾客前来，但却没有人通知南烟和南小小。南小小看到自家娘亲还没有回来，就从椅子上跳了下来，向着房门外走去。他还没走出院子，便望见南月儿带领着一群护院从院外走来。南小小，你娘让我带你去参加宴会，赶紧跟我走。我不去，我要等娘亲回来。哼，你娘已经不要你了，今天是她的定亲宴，很快她就要嫁人。哼，而且她说过你是累赘，她不会带着你一起出嫁的。你胡说，我不许你侮辱娘亲。你真以为南烟有多在乎你这个女儿？她要嫁人是事实，你要是不信，现在你就随我去宴会。他伸手就想抓住南小小，南小小却顺势一口咬下，咬在了南月儿的胳膊之上。猛地一扬手，将南小小的身体甩在了地上。娘亲不会嫁人，你别想欺骗我。南月儿望着手臂上的牙印，气得想要抬手给这小贱人一巴掌，但想到稍后的宴会，硬生生的将怒火忍了下来。贱人，等宴会之后我再教训你。来人，把这个小野种给我拖去宴会，我要他亲眼看着南烟嫁人，让他明白，等南烟嫁了人之后，他的命运只能被南家捏在手中。届时他要捏死这小杂种，就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护院向着南小小走了过去，南小小的身体向后退去，他的双眸泛着红光，用力地克制着蜂拥而出的怒火。他趁着其中2个护院分散了开来，小身体迅疾地从他们的缝隙中钻出去，但下一刻就被一只手给拽住了。小贱人，我看你现在还想跑到什么地方去？南小小回头就一口咬在了他的手臂之上，这一口深得见骨，鲜血顺着手背流淌而下。扬手就一巴掌扇在了南小小的脸上。南小小的眼里愤怒尽显，却依旧没松口。嬷嬷，别忘了马上还有宴会。哼，南小小，你娘嫁的是云家，整个东城有半个城的铺面都是云家的，她是去享福的，这恐怕是她这辈子都享受不到的荣华富贵。你还有什么好不乐意的？而且南烟本来就是贪财之人，不然当年也不会和人私奔。南小小眼里的红光越来越深，她松开了高嬷嬷的手，愤怒地向着南月儿冲去。你不许污蔑娘亲！随着她眼里的红光呈现而出，周围的飞禽走兽也全都暴乱了起来。不管是蛇虫飞禽，亦或是家畜动物，还是那些被关在兽笼子里的野兽，都像是察觉到小姑娘那滔天的怒意，猛烈地挣扎着想要冲出兽笼。南月儿望见那向着她冲来的南小小，脚步都不由自主地朝着后方退去，整个人向着身后栽倒而去。快抓住他！那些护院蓦然回神，急忙朝着南小小伸出了手。南小小没能跑到南月儿的面前，她的小胳膊就被护院用力地拽在了手中。在护院的手中，南小小就如同一只小鸡，她的眸中汹涌着怒火，小小的身子都在发抖。不行，她答应过娘亲，绝对不能让别人发现她的能力。南小小拼命地克制着心头的愤怒，她的小拳头都紧紧地握着，像是要将眼里的红光也给敛退。小贱人，稍后有宴会，我就先放过你。等宴会结束之后，我要让你尝遍南家的家规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这小贱种带去宴会！可笑的是，他刚才居然被一个小贱人给吓到了。若是传出去了，他都会成为这场宴会的笑话。宴会上宾客齐聚。南夫人，我听说这不是什么接风洗尘宴，是南烟的定亲宴。那为什么到现在南烟还没有出现啊？
我前几天就通知了嫣儿，不过嫣儿说了，这场宴会是为她而举办，她就是最尊贵的人，所以会晚来片刻。我以为她是说笑的，没想到居然来真的。南夫人，也亏你脾气好，能忍她这么久。但凡我有这么一个女儿，我都要将她打死，以泄心头之恨。林夫人这话说的不错，这种顽劣之女，着实该好好管教。我那女儿之前也很顽皮，后来请了高嬷嬷去教导，现在乖的跟什么似的，让她往东就不会往西。难道你们都没有听说，南夫人是想要高嬷嬷教导她礼仪，但她不但不听，还把高嬷嬷给打了。这种顽劣之女已经无可救药了。秦姨这后娘好到了什么程度，这天下人谁不知道。为了2个妓女，她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往后放了，不然南玉儿不会这么多年一直夸赞她，甚至于为了南烟不惜四处为她求取姻缘，即便云氏官夫着实混账，可她有权有势，不比南烟私奔的那个男人好。南陵的容颜越发难看，这一生有南烟这样的女儿，真是她的耻辱。偏偏就在此刻，南陵望见了从门外被提进来的南小小。谁准他来的？你们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？爹，是姐姐想要让云家能接受小小，这才让我把小小带来。可小小毕竟是个孩子，不愿意接受自己母亲改嫁，闹着不愿来。我怕姐姐见不到他会生气，就把他绑来了。他们之前都听说过南烟未婚先孕，生下了个女儿，现在看来居然是真的。这小丫头看起来也4、5岁了吧？如此，云柔姑娘当年说的也没错，她真的与人私奔了。她是认为我丢人丢的还不够多，居然想让这个小野种来让我难堪。此刻的护院已经松开了手，将南小小丢在了地上。小姑娘头发凌乱，脸颊上还带着鲜红的掌印，愤怒的目光扫向面前的这群人。娘亲不会改嫁，你们骗人！闭嘴！若不是她想要嫁入云家，一儿用得着又哭又求。她为你们付出了这么多，你们怎么就不知道感恩？还有，你的脸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母女就不能让我省点心？这南小小显然是挨了打，能在南府挨打，必定是她做了什么，不然谁会无缘无故打她？爹，是刚才高嬷嬷好心好意的想要教导她几句礼仪，她不听，还咬了高嬷嬷。你看高嬷嬷的手都被咬成什么样了，为了让她松手才动的手呢。这一下，众人才看到高嬷嬷鲜血淋漓的手背，这让所有人都背脊生寒。小小年纪就这般残忍，这小丫头长大了还得了？一定是个祸害。高嬷嬷多好的人呐，要不是她，我女儿也不会这么乖。而且她收费廉价。高嬷嬷以前可是宫中的教养嬷嬷，多少人请都请不到。这丫头真的不懂事，活该挨打。郑夫人说这话时，却没有看到她身旁的那位姑娘哆嗦了一下，眼里都流出恐慌之色。南陵怒火中烧，正欲呵斥，秦姨却急忙拦住了他。哎，相爷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何必和他计较呢？这样吧，等南烟出嫁之后，把这丫头送给云柔为婢，让云柔好好教导她，长大以后还能找个不错的家丁配了。其实我是想让她给云柔当女儿，但王府不会同意的，所以只能以奴婢身份留在云柔身边了。我不去，你们谁都别想让我离开娘亲。秦姨的眸光闪过了一道寒芒，向着南云柔使了个眼色。让你为婢确实有些为难了，毕竟王爷说过他很厌恶你们母女，我还需要求他才能收下你。但是看在我娘为你说话的份上，南小小的心口有些刺痛，疼得她蹲下了身子。即便她早已经明白她和墨儿不一样的，她没有爹爹，甚至她一直认为只要有娘亲爱她就足够了。但听到南云柔说君绝臣厌恶她，她的心脏还是一抽抽的疼。为什么她不要娘亲，也不要她和小宝？南家府门之外，南烟步伐匆匆，刚走到门外，便被护院给拦住了去路。让开！夫人让我通知你，今天是你的接风洗尘宴，她让你立刻去参加。我没兴趣，立刻给我滚！若是大小姐不去的话，恐怕你再也见不到你那女儿。你再说一遍，你们把小小怎么样了？护院被掐得脸色涨红，眼里闪过慌乱。他被三小姐带去了宴会厅。南烟用力抬手，猛地将护院狠狠地砸在地上，迅疾地向着宴会厅的方向走去。姐，南烟却猛地将挡住他去路的南云柔给推开了。小小，这一声你，南烟垂眸，手指轻轻地摸着南小小脸颊上的掌印。谁打的？娘亲，小小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告诉我，谁打的？那个上次想打你，但是被你打了的老婆婆。是她先不服管教，我管她是为了她好。哼，才不是，是刚才南院儿要把我抓来宴会厅，我不愿。这个老太婆就想要抓我，我迫不得已才动了口。
他不但打了我，还欺骗我说娘亲你要嫁人，我才不信呢。娘亲就算想嫁人了，也会问过我的。你胡说什么？这种丫头若是不管教，以后定是祸。南烟伸手，他将桌子狠狠地砸向了高嬷嬷。来人，快阻止他！话音刚落，无数的侍卫从门外一拥而入，但是下一刻，他们还没能靠近南烟的周身，南烟就已经拔出了长剑，剑锋凌厉，轰然而至，把那群护院尽都轰飞了出去。南烟迈步向着教养嬷嬷走近，冷冷地问：“你哪只手碰了我的女儿？”南烟，你嫌你闯的祸还不够大吗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若是你还不回答，那我就剁了你的2只手。他哗的一声，长剑落下，一瞬间鲜血飞溅而出，让高嬷嬷当场疼得晕死了过去。你个孽障，你个孽障！快把这孽障给我抓起来，快抓起来！如果你们不想和他同样的下场，就全都滚出去。相爷，这种不服管教的逆女就应该乱棍打死。高嬷嬷好心为她管教女儿，她却如此不知好歹，换成我都要将她祠堂除名。姐姐，你何时变得如此心狠手辣？高嬷嬷只是打了她一个巴掌而已，你为何就要她的手？既然她是嬷嬷，那便是仆人，而小小是我的女儿，这恶仆行凶，难道不该打吗？高嬷嬷不一样，她是南家请来的，你可知道这京城有多少人想要高嬷嬷管教他们的女儿？而且父亲说了，以后你这女儿由我来管。可她如此顽劣，即便是违避，王爷也不会同意。所以为了你的女儿着想，你先自剁一只手来赔偿给高嬷嬷。否则的话，以绝尘哥哥对这个小丫头的厌恶，是绝对不会让她踏入王府一步，哪怕只是违避。姐姐，你该不会不愿意为了你的女儿牺牲吧？换作是我的话，只要是为了墨儿，让我付出我的生命，我都心甘情愿。同样是母亲，为何他们的差距却是如此之大？唉，用一只手换自己孩子的前程，难道还不足够吗？有些人向来自私，为了嫁人连女儿都不要了，更别提要她的手了。云柔姑娘全是一片好意，这种不服管教的小贱种，王爷绝对不会让她入王府。猛地一只碗朝着他砸了过去。你居然敢！如果我再听到谁侮辱小小一句，恐怕就不单单只是如此简单了。旋即他将视线落在了南云柔的身上。姐姐，你要做什么？南烟，你如果敢动二姐姐一下，从此之后我与你恩断义绝，毕竟我不想和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成为姐妹。我还没有找你算账，你自己找上门来。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动我的女儿。月儿，都是我的错，若不是南烟太嫉妒我，你也不用挨这一巴掌，全是我的错。南月儿也抱着南云柔，哭得撕心裂肺，让满堂宾客都为之动容。月儿是你的亲妹妹，亲妹妹，亲妹妹就任由别人伤害我的女儿？那是她该打，不然为什么高嬷嬷不打别人，非要打她？还不是她的错。没错，我家这女儿生性顽皮，但高嬷嬷却只和她讲道理，却让我的女儿变得如此乖巧。谁都知道高嬷嬷从不打人，她都能逼到打人这个程度，可见这个丫头是有多不懂事。就在这时，一声通传声忽然传来，让整个宴会堂都安静了下来。这一声让南月柔欣喜的抬起了眸子，太好了，她一定是来为她做主的。爹娘，王爷是我请来的。我之前和王爷说的时候，他还不愿意，因为他知道这宴会是为了姐姐而办，他对姐姐厌恶至极，才不肯同意的。后来我好说歹说，他才答应了。姐姐，高嬷嬷以前是宫中的人，服侍过宫里的太后娘娘。王爷来了的话，你记得赶紧认个错，自废一只手，我还能保你，不然的话，别说你保不住了，你这女儿也保不住了。南家3个女儿，唯独这个南烟最废物，为了一个野种不但闹事，还打了亲妹妹。她分明就是白眼狼，要不是云柔的这些话，她恐怕还以为她的定亲宴能请来摄政王是她的功劳吧。这以南烟的自恋，她也许还真能如此认为。毕竟她这种人仗着美貌就为所欲为，殊不知啊，她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花瓶。南小小在听到君绝尘的名字之后，下意识地钻进了南烟的怀中。是还疼吗？娘亲现在会去为你服药。娘亲，我不喜欢这些人，我想离开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南姑娘，我们奉王爷的命令，任何违背云柔姑娘的人都杀无赦。若是你敢跨出一步，恐怕你和你怀里的这个小丫头都得死。哼，看来王府的人个个都已经胆大包天啊！本王倒是不知有人敢假传本王的命令啊！南烟发现南小小握着他衣袖的手指越发用力，他也不觉地抬起了头，怒视着从门外走进的君绝尘。他只是冷漠地扫向了头发凌乱的南小小，嫌弃地道：身乱。哼，他讨厌我就讨厌呗，反正我也不喜欢他，谁让他抢走了我的小宝呢？王爷，
这宴客堂之所以如此乱，是姐姐动的手，她还将高嬷嬷打废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何姐姐现在这般心狠手辣。你打的？王爷，这小丫头不听话，高嬷嬷只是给了她点教训罢了，结果她就废了高嬷嬷的手。都怨我没能教好女儿，其实我也没其他意思，就是想让嫣儿给高嬷嬷认个错。毕竟高嬷嬷是从宫里出来的，我也是想要保住嫣儿。拖下去打！王爷，你别生气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们要打就打我好了。嫣儿她年纪小不懂事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王爷，你是不是抓错人了？是姐姐废的高嬷嬷。本王在问南烟话，什么时候轮到她多嘴？南烟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没看到你母亲为了你挨了打？你快告诉王爷，全都是你的错。刚才她不是说要替我挨打，她只是如了她的愿而已。你……南云柔则咬着唇，她没有为秦姨求饶，如果求饶，势必会让王爷对她印象不好。既如此，只能放弃她了。爹，王爷的性子便是如此刚直，他向来不喜欢别人不顾规矩，所以是娘不该插嘴。她是你废的？哼，你是想要为她出气？本王不过是觉得，因为几句争锋而废人一手，你做得太过了。小小是我的命，我会用尽一切来护着她，谁若敢动她分毫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男人眼眸微微深沉，目光死死地盯着南小小已经抬起的小脸。小姑娘原先粉雕玉琢的小脸之上布着红肿的掌印。是他打的？王爷，这件事高嬷嬷有错在先，可高嬷嬷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小小好，可小小实在不听，所以才……你骗人！南小小用两只小胳膊抱住了南烟，气愤地瞪向了南云柔。是南云儿骗我娘亲要嫁人了，还把我拖来宴会，我不同意，那个老婆婆就想要把我抓走，我挣脱不开才咬了她的。为什么我不能说？我们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愿意学女工，是因为我喜欢习武。你们认为我不可理喻，请高嬷嬷来教育我。她用滚烫的针烫我的手，我只要不听话，她还逼我喝马尿。后来你们以为我真的学好了，其实是我不想再受折磨，只能乖乖听话。我本以为她走了，这件事就能过去了，谁知你们还为三妹妹把她请来了。尚书夫人豁然起身，她的嘴唇发白。不可能！若真是这样，你为什么当时不和我们说呀？我们敢吗？他说他是太后身边的红人，若是我们告密了，他就能让父亲罢官回乡，我能怎么办？当时我求你们就别再让他来了，我不想三妹妹承受我的痛，为什么你们不听？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收了别人的银子，既然收钱办事，那肯定要做到位。至于他是不是被逐出皇宫，恐怕没有人比君绝尘清楚。不错，他在3年前就被太后逐出了皇宫，太后念着私情没有对外宣扬，只说放他出宫养老。南陵也惊得目瞪口呆，他怎么也想不到高嬷嬷是真的被逐出皇宫的。当初高嬷嬷也逼我喝过马尿，那滋味当真是一辈子不想尝。爹娘，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我腿为什么不好？我以前不敢说，那是当时爹娘不在家中，他便更肆无忌惮地罚我跪钉板。我跪了1天1夜，后来腿就无法站直。他不止打我，他还骂我是废物，一直让我去死，还说他如此优秀，都只能入宫当嬷嬷，我这种废物却能成为千金小姐。这一声声的悲痛与质问，让这群父母疼得心肝欲裂。那些指控的声音让高嬷嬷背脊发凉，她不乏踉跄，近乎栽倒在地。把她拖下去，剁了喂狗。她慌了神，拼命地向着君绝尘爬了过去，狠狠地磕着响头。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，看在奴婢在宫中照料过太后的份上，求王爷放了奴婢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没有人理会高嬷嬷的求饶，已经有王府侍卫上前将满身是血的高嬷嬷拽了出去。众人只能听到那撕心裂肺的喊声逐渐地消失在了夜色之下。王爷，你来的正好，今日刚好是姐姐的定亲宴，稍后她便要嫁人了。我要嫁人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为何自己不知道？姐姐，你忘了吗？前几日你逼着我的母亲为你说亲，我娘她都给人跪下了，现在你却为了你的颜面死活不认，难道你还没有放弃王爷吗？王爷，你大概不知道吧，姐姐她一直很喜欢你，现在她见你来了她的宴会，她定以为你是为了她才来的，所以为了攀附你，她才否认了这件事。行吧，只要姐姐幸福，让我付出全部我都心甘情愿。这件事就当是我南家所为，婚事就此作罢。不行！就在这时，一声尖酸刻薄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：她不能不嫁，
袁氏快步从门外走了进来，狠狠地看了眼南烟，又把目光转向了君绝尘。王爷，你要给老身做主啊！南烟都已经拿走了我们云家的铺面当聘礼，连太后的懿旨都下来了，他哪能说不嫁就不嫁呀？而且要不是他在家以死相逼，秦姨也不会求到我云家头上。谁去说的亲，你找谁犟？袁老太太气得浑身发抖。是你贪慕荣华富贵，逼迫南夫人与你说亲，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还想要不认账？南烟姑娘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既然要面子，就不该贪慕荣华富贵呀。而且呀，聘礼都收了，还是嫁过去为好。虽说呢，云川打死了几个妻子，但你是南相的女儿，他是不会打死你的。你说我想要嫁给他，还收了你们南家的铺子？南烟紧握着南小小的手，冷笑一声：“你们有何证据？就凭你们空口白牙，肆意污蔑。证据？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这还不是证据？而且全京城都知道你贪慕虚荣。这天下除了我这个愚蠢的儿子，谁愿意娶带着一个拖油瓶的女人？”娘，她比画上的还好看，我要赶紧将她娶回去。东方花主，好好好，娘这就让人把她带走。稍后娘娘的懿旨就会下来了，这丫头我就先带走了。说完这话，他就让那些云氏的护卫去将南小小带走。却在下一刻，南烟已经抱着南小小穿过了那些护卫的堵截，到了云川的面前。南烟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给我住手！南烟没有停下动作，脚踹在了云川的胯下，一声撕心裂肺的声音响起，震响在整个宴客堂内。众人只觉得胯下一凉，浑身都发抖了下。君绝尘冷傲的眸子也落在了南烟的身上。他倒是不认为南烟会看上云家的这官夫，只是想到这些日子墨儿为了他滴水未沾，而他却在外潇洒快活，他的心里便很不痛快。贱人，我要杀了你这个贱货！南烟抬手抓住了云老太太的胳膊，冷笑着一推，将云老太太推了个踉跄。他既然想要抓我回去，还想要洞房，那我就让他一生无法与人洞房。贱人！袁川撑着爬了起来，容颜扭曲。你是不是看摄政王在这里，想要转身勾搭摄政王，所以才敢如此待我？你这种贪慕荣华的人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告诉你，你把铺子拿了，就必须嫁给我，这是太后的懿旨。贵妃娘娘到。南云柔柔弱地站在君绝尘的身后，无声地勾了勾唇。太好了，就算给南烟10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抗旨。南烟，贵妃娘娘是来亲自下懿旨，这懿旨还是你要的，没想到吧？最后砸了你的脚，抗旨不遵，你有几条命啊？本宫听闻有人以死相逼，要嫁给本宫的兄长。本宫今日来是想要看看，到底是何样的女人才能这般虚荣。袁贵妃在走入南府之后，冷笑的视线转向了在场的众人，她应该就是南烟了，也难怪自家兄长会非要娶她。等等，这女人的眉眼为何有些眼熟，好似在何处见过？他的目光再次扫向了南烟的身边，立在他身旁的是个小姑娘，粉雕玉琢，漂亮的如同小仙女似的，一双眼睛如同玛瑙，漆黑有神。你是南烟？我就是南烟。袁贵妃的身体越发的颤抖，死死地攥着手中的懿旨，这懿旨在她手里就如同烫手的山芋，让她恨不得立刻丢出去。贵妃娘娘，你终于来了，快把懿旨给我，我就算废了，我今天都要和她洞房。袁贵妃猝不及防之下，懿旨被云川抢到了手中。你好大的胆子，连太后懿旨都敢抢！云川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一众侍卫竟都上前架住了云川的胳膊。何止是袁家的人，就连满堂的宾客都愣住了，不明白这又是闹的哪一出。